比特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数据上能给我们什么指导？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那首先呢，我们现在观察几个数据。我们先从 DXY 开始讲起。如果我们观察到 DXY 的日线图表呢，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它正在缓慢的攀升，准备来测试我们在上方白色线的阻力，或者说互换。我们可以发现，在前面的位置呢，它都有扮演过很明确的互换的角色，包括这两个地方扮演过阻力嘛，然后这里有支撑。那我们走到后面呢，基本上跌破之后，全部都是阻力的角色，连续了非常非常多次。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又正准备来测试白色线的水准。好，那 DXY 它可以代表什么呢？其实 DXY 它的走势呢，跟比特币是呈现反向的相关的，那它的相关性其实非常非常高。反向的这种相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其实从 DXY 它开始下跌的点位呢，或者说时间点呢，就是在9月28号。9月28号呢，我们开始走跌。那当然呢 ，DXY 它当然也是跟美股大盘也是呈现完全的反向的关系，相关的程度呢是非常强的。然后直到我们创出了最近的低点呢，大概是在7月14号。928到714我们大家可以稍微记住一下这个数字。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用图对比不过我认为时间点的这个是最直观的。928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大概就在这里，从这个地方大概就是928。那从928过后呢？当然了 ，DXY 它当然不会受 FTX 事件的影响嘛。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从附近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开启了一轮大暴涨。那我们到最顶点的地方也不是这儿是后面这个地方。到最顶点的位置呢是7月13号。大家不觉得非常精准吗？我们比特币是7月13号创造出了我们这段上涨以来的最高点。那我们的 DXY 呢，它刚好也就在7月14号的时候呢，创出了我们这段下跌以来的最低点那这可以再的证明，其实 DXY 它在走跌的时候呢，比特币它就会走这种上涨。那当然了，我们现在 DXY 它开始走上涨的趋势之后呢，开始上涨，那我们的比特币当然就开始跌咯。那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几天我们看到 DXY 它直接上穿了我们这个白色的水准的话呢，那我也会认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大概之前在25000这个地方的互换它也会被顺利的跌破。如果说 DXY 在接下来的时间它上穿了我们白色105左右的这个水准之后呢，那么我们白色线25000的这个支撑呢，我认为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它就会顺势的跌破，基本上就是会了。好，那其实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过往的周期我们在走现在这个行情的时候呢，它之前是怎么走的？那当然了，我们复盘到我们上一次的周期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到2013的那一轮的话，其实时间就有点太久远了。毕竟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跟当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最高点嘛，然后我们后来回落了，回落之后我们就走了小牛。我们还是把这两个点呢给标示出来。那如果我们复盘到我们上一次呢，它一样是有一个抢购高潮，然后我们随后又来了一个熊市的最低点。那我们走完了小牛过后呢，我们后续就走的是宽幅的震荡。我认为是宽幅的震荡，它不太能算是这种熊市，因为熊市它要一直下跌。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那我才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熊市，就像我们之前走的这一段一样，很典型的熊市。那我们走了小牛过后呢，我们走的是这种震荡的箱体的盘整，然后之后向上。那当然呢，这里是因为一个事件嘛，312。其实当时新冠疫情呢，也不包括比特币受到影响，基本上所有的金融的标的呢，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那如果我们撇去这次的事件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其实走的呢，它就是震荡而已，它就是震荡。从周线来看，它就是个震荡。那如果我们现在画出这个震荡区的话，它会在什么地方呢？或许就在我画白色线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也要考虑就是你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几波上涨，包括这个上涨，然后这个上涨，它其实都是盘面有信号，但是是消息面来去发动消息面的催化剂。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是由 Bloomberg 这个表格也不是我做的，这个我们是直接看 Bloomberg 他做的，他把几个机构呢，他申请的比特币
现货的 ETF， 现货它的批准时间呢，或者说需要做裁决的时间呢，它都整理成了一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之前呢释出的这些利多它确实造成了比特币很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通过，它就只是一个消息面它可能怎么样，可能怎么样。那比特币现货 ETF 如果通过的话呢，我认为也会是下一轮牛市很重要的支柱，因为它会带来很多这种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嘛。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审核的时间，那当然我们7月8月这个都已经过了。我们接下来观察的呢，就是9月2号，对不对？我们9月2号，还有我们10月17号。9月2号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的事情。然后10月17号、10月中左右，还有1月中，然后3月中。那我们4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减半了嘛。现在预估是4月中或者说是4月末了，但是依照我们当前的区块它产生的速度很有可能是在4月初，甚至最快就是3月底就会迎来减半了。那如果我们再搭配这几次的deadline， 包括我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 deadline 呢，它很有可能就在减半之前，我们就由于现货 ETF 的利多呢，我们就开启了下一轮的牛市，然后再搭配传统上减半，所以我会认为，我们从周线上来看比特币它最有可能震荡的位置呢，就是可能从3万一直到2万2、2万1左右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再下去的话，以当前的盘面，它确实是看不太到，除非有什么很重大的事件就像我们之前的312一样。这个是我们对当前盘面比较长远的观察，当然这个是结合数据面的。那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个数据，这个也是有很多朋友提到的，就是比特币呢，在过去的它诞生的这10年来14年吧，我们从2009年开始算的话是14年左右。那有二级市场能参与的大概就是10年左右。它9月呢都是创造的是跌幅，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月我们就先不算，因为我们这个月才刚开始嘛，这个跌幅还不准。但是我们2022、2021、2020，然后19、18、17等等的，全部都是下跌。但我认为这种的数据统计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从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它只能算是统计上是这样子。那我认为，如果说作为我们9月会下跌的依据的话，就是比较薄弱的。不过呢，我们依然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从4小时来看直接从操作层面上，其实我们在过去呢发生这种下跌之后盘整，然后再来个上涨，但是又上不去，立刻又被打回来的这种情况那就代表我们在上方的供应是很充足的，即使这样子的拉盘后续呢它都后继无力，甚至立刻就被打了回来，那就表示我们在上方的套牢盘也就是在2万9上方买入，不管是现货合约的这些人呢，在价格还没有触碰到他们的成本的时候呢，他们就急着想要出场，他们就急着要解套了，才会造成这种下跌，那就代表上方的卖压是很强劲的。而且呢，我们在支撑之上呢，我们就应该要有良好的反弹。那这个反弹它没有持续太久，而且立刻又被打了回来，那就可以表示我们在下方的